大家好哈，这里是 CLEC James 漫谈，我是 James。先预告一下，就是下周因为我有点事就出去，所以下周CLEC James 漫谈就会停更一周哈，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会停更。好，那我们在 X 平台上面的文章是整个比较完整的文章了哈。那我的 Podcast 就是来说明跟大家简单介绍这个文章的主要的内容跟精髓。所以在 Podcast 或 Spotify 听的人有空可以到这个 X 平台看这个文章。那我在 P-Crowd 里面也有留原文的文章，所以要到 P-Crowd 下载文章的也可以。那在 X 平台上面当然就也可以来听 Podcast 跟 Spotify。在我开始今天分享故事之前那昨天跟一个朋友聚会一下，那有提到一个投资上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看市场的波动，自己就会紧张或者是市场下跌，那就会担心。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就看着市场嘛，那你的真金白银在缩水，你会紧张。那怎么样克服这个市场下跌的恐惧跟紧张，而不要去随便乱动你的资产配置？这里面我提到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建议大家的，就是你会担心是因为你有看到有些资产在下跌，而且速度超过你的负荷，而且那个部位大到会让你有一个 attention， 就是你会注意到，那这样子就会对你的这个产生压力。我建议大家尽量把产生压力的资产减少了，因为我们不是要获得最大的回报，我们是要能够长期的持有，才能够真正得到长期的回报。长期回报的这个金额跟数量，就是资产，会远远大于你短期的爆发力。你短期爆发力等到它一跌，你又担心就给它卖掉，结果你就斩断了整个复利的效果，绩效就会反而更差。所以我有一个账户就是比如说80%都是原型基金，20%都是就是2倍杠杆，买了就不理它，20%。那因为那个账户在退休账户，所以我就给它留着因为20%在整个 portfolio 里面就很少嘛，很少，就是一个账户里面的20%，对整个 portfolio 来讲很少，就几乎可以，对我来讲就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它的波动，那个2倍杠杆的波动是我可以承受，而且我也不太会注意它，那就留着。每个人的承受力不同你可能5%也可以，
不然就不要有杠杆也可以。只有你完全可以忽略这个市场的波动的资产配置，才是最佳的资产配置，而不是在比绩效，所以当我能够承受的资产配置之后，那放着也不理它，结果它的2倍杠杆的那个账户里面就是20%，假设是100万好了，那20万是2倍杠杆，80万是一般的纳指100 QQQ。结果过了3-4年之后，我的20万的杠杆基金竟然已经就超越了我的一般原型的指数基金。假设80万变成120万，或者80万变成这个200万，那可是我杠杆基金比200万还多。那这个就是杠杆基金你能够承受得起的金额就好了，不要太多，太多你可能最后抓鸡不着啊，10把米，你的那个2倍杠杆的绩效没赚到，结果因为市场下跌你就给它卖掉，结果本来要取得高的绩效，反而绩效变差了。这是一种例子啦，就是说你可以不用杠杆基金，那你可以抱得久，不受市场的波动，那很好。你如果想要的话，你5%的杠杆基金也可以，就是要你抱得住的资产配置才可以，才是最佳的资产配置，不要跟人家比，不要跟比。所以你可以613啊，613的，那你会说这样子贝塔就不到就 0.8， 其实不会，那个等到2倍杠杆基金更多的时候，那你可能就马上会到 0.9 啊，1.0 啊，可能还是会超过，甚至会超过 1.0 所以这个让大家参考了所以你可以712也可以嘛712的资产配置贝塔 0.9，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贝塔就会超过 1.0 好，那重点就是说你要能够稳定持有，才是最佳的资产配置跟投资策略。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了。那当然其中也没有什么，所有的资讯都已经修改过了所以应该就是隐私部分都已经，我大部分都所有的个人资讯隐私都是 AI 会处理掉，把它全部洗掉好，这个朋友写信来，就是他1年前跟我通完信之后，他就做完资产配置，就什么都不做了，就直到1年后想说要做一下再平衡，再打开那个账户。结果打开那个账户之后，他实在是不敢相信，他至少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一切就像做梦一样，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做，我竟然可以赚这么多钱什么事都没做，竟然可以赚这么多钱这个就是巴菲特他说跟他那个年会跟那个 Tim Cook， 他叫 Tim Cook 请起立，他说我们为 Tim Cook 鼓掌，因为我们什么事都没做就赚了好几千万美元，所以好几千万还是好几百好几千亿，好像好几千亿，所以什么都不做竟然获利会这么丰厚，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完全没有选股，也没有猜高低点，什么都不做，也没盯盘只是做完资产配置就放着，继续好好过生活。结果1年后打开，竟然获利这么丰厚
结果他的投资1年的获利竟然比他过去20几年频繁操作还丰厚，当然的20几年应该都还是亏损的哈。但是当然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他经过了20几年的弯路，终于学到了这个最终的正确的投资方式哈。第一个，我们来讲他整个投资的历程啊。第一个，他就当然刚开始投资的人一定会学到来我们要定期定额，定期定额就是一般散户最佳的投资方式啊，所以就开始定期定额。刚输入社会每个月就知道定期定额，他连续扣款了几年因为手头比较紧。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就要过年要包红包就卖掉了赎回价格就低于自己的本金。我想一方面也是因为亏损那就这样，这就是他的第一堂课定期定额基金，结果是亏损的所以。这就是他第一堂课。第二个就是他经常接触财经媒体，每天看到股市老师在那边分析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就会发现他就让他慢慢误认为他自己应该也可以在股票赚钱，所以他就开始买卖个股一开始只是小额进出，赚一点赔一点，没什么那个感觉。后来金融海啸一来，他真正认识到股市，他的资金就腰斩了这个最后更难以接受的就是他竟然在金融海啸最低点的时候，因为忍受不了这个压力，结果就卖在最低点。这是一般散户很正常的行为，就是说上涨就 FOMO， 就是怕买不到，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那下跌就一直爆一直爆，爆到最低点真的忍不住都要卖掉，卖掉结果他说卖掉之后市场就开始上涨，结果股市开始上涨，他就失去了整个获利的机会，整个等于就实现了亏损。所以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打死不卖？我们投资指数也一样，是要打死不卖。所以这个心态就是当开始自己操作的时候，上涨发现自己买太少，就赶快一直追，下跌又怕跌到一文不值，所以就插在最低点所以这个就是追高杀低贪婪恐惧。后来他就开始在学习了就又学到另外一招了这个股市里面最不缺的就是招数所谓策略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些老师财经博主策略一堆就是最不缺的就是策略。所以他又学到了一招叫做投资高股息人气我取所以金融海啸股之后，他不再敢追热门股了，开始学习存股。他一样开始找什么传统产业稳定的什么就是没想到公司后来这个本来稳定配息的，后来这个殖利率就一直下滑，配息越来越少，配息越来越少。最后坚持了几年，好不容易股价回到原本的成本，就赶紧卖掉了他要卖掉。那卖掉之后个股不行那就改投这个高股息持有一段时间一样，就是回到成本又卖掉。这个非常标准的散户所以你们如果是刚来的朋友，或者就一定知道，或者你有投资经验你也知道，每次下跌就抱紧紧的，抱紧如果回到成本就卖掉卖掉人家就飙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历史在每个人身上就一再的重演
所以他最后就好，他就看这个人弃我取嘛，所以他就看到航运股。那时候航运股就已经跌得不像人了，所以就买进一家当时不被看好的航运股，结果几十块钱就跌到剩1块，剩几块最后市场就是一直讲这个公司快倒闭了，这个公司快破产了啦，就这样子。最后熬了好几年，结果股价慢慢回到成本的时候，他终于长期套牢的压力解除，他也耗尽了他的耐心，结果就又给他立即卖掉，等于就是没有亏损了他就卖了。结果卖掉没多久，这个航运股就飙涨，从几块钱飙到100-200块，所以他看着股价不这样上涨，他真的是捶心肝了，他就想我这一生再怎么样，如果赚到这一波，总是有改变命运的时候，结果每次到了回到成本他就卖掉，结果连人生最后一个希望都没有抓到。所以他这件事情就明白了，市场上所有的消息，所有投资者都不该卖出的时候，就卖出了其实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投资个股或者你去看市场，绝对失败。所以投资要无视市场的存在，投资要无视股价的存在。投资不要投资个股，因为个股会让你产生很多妖魔鬼怪的心态，外面的任何资讯都会影射到你的个股里面，结果你就贪婪恐惧追高杀低，最后不管你在市场几十年，都终将是一场空了所以要领悟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自己的生命跟真金白银花20-30年才学会，不需要。现在你只要承认接受，不要投资指数，不要操作，不是不要投资，不要投资个股，不要投资类股，不要看股市，不要听新闻，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管，你就指数买了，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会变富豪。你只要坚信听进去这句话，这是我40几年的经验。而且我在公开场合一直讲，不会，就是说这是铁律，所以这位朋友就是从基金、定存、定期定额、个股都扫了一遍，结果一事无成。卖掉股票，他就开始压住，既然涨这么高，那我就来放空。结果卖出航运股之后，他就市场越来越热络，他追也追不上，他就想到市场有说差协同理论，大家都在追高，所以我就来放空。结果他放空了 VIX 指数。结果这个恐慌指数因为净值过低，结果就被清盘了。等于就是说他认为市场要下跌，结果我想这个应该是 COVID 的时候，那之后是 COVID 的时候，市场就一直涨，涨到最后恐慌指数就归零了他那只基金就清盘了。所以终于明白股票市场长期向上，长期做空几乎是一条死路。结果他做多亏损，结果做空亏更多。所以从
他这个20几年的经历，从买基金、个股、存股、高股息、航运股，再到恐慌指数放空，我想所有散户该走的路他都走了一遍了哈，亏了好几百万。当然他没有放弃了，相信只有不断学习修正，应该可以找到，等待完美买点。结果市场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也没拉回，结果他就整个失去了大多头。我想应该就 COVID 那时候涨到现在哈。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货币制度、金本位、美元本位、中央银行、金钱的本质，听了许多财经媒体跟书籍，反正很认真。他决定定期金额买入 ETF 高股息，如果指数跌破半年线，就把资金加倍买进，如果市场跌更深，他就继续加码，直到把市场手上的资金都买完为止，他就这么策略。这看起来听起来很有纪律了哈，可是很不幸的是市场一直涨，他没有加码机会哈，结果2年多来就是空手，资金投入不到30%。这个时候他看到我们 COEC 了，所以看完整个过程，他才发现他才形容感叹自己这20几年的财商程度真的还停留在幼稚园甚至托儿所的阶段。所以你不要看市场外面这些讲的一口好投资，讲的头头是道的，其实他们根本都还没入门投资这条路。当然他们就是类似诈骗嘛，叫你加入会员什么，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他们要懂多少，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讲的天花乱坠，让大家信以为真，结果就去缴那个会员费。OK， 所以他这个走了大半辈子，结果20几年一场空。后来他认识我们 COEC， 就说服了另外一半做韩信点兵去做房地产质押，一开始就把房地产长期低利率理财型房贷，那当然一开始另外一半怀疑嘛，后来还好他的伴侣同意了。他借了钱买了64，就做了64笔。我想这个他借钱，这个是因为现在才借了，因为他发现这1年的投资回报率真的是不错，他相信COEC这套理论，所以他就去借钱。借钱完之后，他来问我说，他可能做资产配置，那分3个资产配置，3个资产配置。他说第一个账户就是房贷借出来的钱，第2个账户是夫妻共有财产的钱，第3个账户是自己管理的钱。那他说我用3种账户3种资产配置是不是比较安全？其实只会让自己搞得越乱而已当然你每个资产配置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啦，模糊的正确就好可是要用3种资产配置来降低风险，那应该是只会扰乱你的投资的情绪。比如说你3个资产配置，有个资产配置绩效好，那你会不会把另外2个资产配置本来是防守的又变成积极的？如果市场一下跌，本来积极的，你会不会改成防守的？所以这搞到最后，这个，如果你有不同账户，有不同的配置，你就永远不要动。投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永远不要操作。
比如说我在美国嘛，那我们有一般的 brokerage account， 那 brokerage 卖掉就要缴税，所以我只要买了就一定不动。那买了一定不动的资产就是什么？一定是 QQQ 啊，对不对？就是 QQQ 啊，没有别的。那只有 QQQ 才能够永远世世代代不操作的资产。那我的退休账户 Roth 里面就会有杠杆基金，那杠杆基金跟这个原型基金的比重还有现金，因为我有股票质押借款嘛，所以我一定要保留现金部位。再来就是退休应税的退休账户，那个也都现金就这样子。所以我在 Roth 的退休账户里面有杠杆基金也有现金。那为什么现金放在 Roth 退休账户？因为第一个是要 hedge 那个杠杆基金，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有股票质押。那股票质押，因为我的一般账户都是 QQQ 嘛，那股票质押如果 QQQ 跌非常多的时候，如果需要资金去补足那个账户的话，我就可以去拉那个 Roth 的现金。所以为什么 Roth 要放现金，就是因为最后可能要拉过去预计啦，就是预计。而且 Roth 的退休账户可以跟杠杆基金对冲，所以你每个账户就定好之后，就知道这个账户这样子的资产配置不要更动这样子才好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经过了20几年，试过各种的策略，可是永远打不过自己的人性，所以人性是决定整个投资最关键的要素。所以我一开始开场白就要跟大家讲，不要追求最大回报，而是要追求最大的安心，能够抱得久的资产才是有效的资产配置。你宁愿降低回报率变成10%，也不要去追求18或20的抱不住的资产配置所以这里就是你要能够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你不会去操作，不会去管市场的心态跟正确的安全的资产配置。所以在过去很多人追高杀低，如果 OK 这个投资里面，就是你完全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你就会认为知识很重要。其实我告诉你，投资的知识一点都不重要。很多人会告诉你要操作，其实操作一点都不重要，最后操作者都会变成追高杀低。只有你经过这么多时间，你才会了解长期持有指数基金才是最好的策略。可是长期持有也是有很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无视于市场的存在。所以你如果像这个朋友就讲，你没有在最低点卖过股票的人，你永远不知道资产配置的重要，让你能够在低点的时候心情还是能够稳定抱得住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这位朋友走了20年，亏损了那么多投资不是比谁会操作，而是比谁能够用适合自己的资产配置，在市场理智胜过一切这个
最好就是把你的账户封存了，就是说你这3个，不管你有几个账户，投完之后你就都不用管它了，不要管它了，这个就是最佳的策略，而不是在那边看市场、关心市场，不断的恐惧、后悔，这都不重要，完全无视市场的存在，就是打败市场最佳的方式。当你是个无的时候，敌人就没有所谓的攻击点，你会贪婪，那敌人会攻击你贪婪这一点；你会恐惧，市场会攻击你恐惧的这一点；你会预测，市场就会给你教训。所以不要去做那些过去所有散户都做过的这个错误。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告诉你，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用，完成市场配置，留在市场，然后把时间拿回来，好好过日子，这就是最佳的投资。所以希望这个经验可以让大家能够认识，不要再去犯这个不需要的错误，从大家的错误里面去学习，你知道这个不要做，你就不要再去做了OK， 所以我们回到最后还是就是你有钱就持续买进，有钱立即市价买进，不要管市场的波动。那就先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那还是一样，下个礼拜的这个 James 漫谈先停播1周OK， 好，谢谢，拜拜。